却以为常有四海的月，尘埃如洗，难过欢喜都轻易的忘记。你掠过了青丝缠入指尖，还沉迷于一瞬间花开的时息。偶尔兴起也泛愁绪，温柔握住了一颗心，情不自禁的分一半出去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里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万击，情之所起。只怕眼角泪滴，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誓言，一次看懂万物凋敝，而后轨迹都偏向你。望着你，是最近的远行，比苍生多一点爱你的你为我离开你，像奔走在原地，云之缝隙不得涟漪，是最坏的事情。你掠过了青丝缠入指尖，也迷失在那些不堪一击。流水东去，一往唏嘘，看温柔无助半颗心，还不自禁的一并交出去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里吹向你。九重天还真没有谁的字写得比你更丑。频频问起，情之所起，只怕眼角泪滴，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誓言，我的全部都偏向你。数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向你前行。美在沉香人静，尘埃落定，仍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。风凉半醒，冰声一地，不妨似雨大梦不醒，就往浮云皱皱。100遍天条。哎呦，啊！难道是昨天我糊涂了？糊涂当中抄完的？还是又是那位仗义的田螺姑娘出手相助了？应渊这个小人，都承认小人了，还干这么无聊的事情，没意思。
想拿着我的衣服去哪儿啊？哼，帝君不是总是嫌弃我给您修补的混元玉带不够好吗？这不，把您的衣服拿回去好好学习学习，免得这腰带啊第10次被打回。你少玩花招，将心思放在修行上，腰带早就补好了。哦，那还不是帝君您先整的我呀？我不过是自保罢了。再说了，我不过是一个仙力低微的小仙士而已，自然没有什么能够拿得上台面的法术喽。不像您，您是高高在上的帝君。难道您不知道吗？这自古啊，君子就该让着女子。本君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是君子了？小人，那是我姐姐给我绣的，你还给我。什么时候学好了规矩，再来问本君要？那衣服也不还给你，小人！帝君，终于懂事了。当然了，俗话说得好嘛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一山更比一山高。您就别跟我这个小仙见识了，是不是？孺子可教。过来。帝君有什么吩咐啊？伸手。这是什么法宝啊？无功不受禄嘛。您这么一给我，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了。15。你干什么？这叫不离镯，我在上面施了不离锁，只要你靠近我15步以内，就会像方才那样飞走。我跟你拼了！小人，你这个小人！上身微拳，气旋6腑，然会双腕。好聪明的丫头，这小寒经能使仙力精纯，更是驾驭神器李晨的不二法诀。一个小小的仙士，竟然能碰上这样的典籍，看来这不是法，是赏啊！当然是法，他聒噪得很，让他抄书，我也能清静一些。尹元君爱清静，我却爱热闹，不如把这小仙子送到我宫中如何？不送，他既是我收来的，他的聒噪当然是由我来治。哼。上身微拳，气旋6腑，然会双腕。
学得挺快嘛，可惜腕力太弱，底盘不稳。你讽刺我，你这个小人！有吗？哎，别过来！有本事你把这个破镯子给我扔掉，我给你单挑。那你有本事自己摘，本君等着那一天。哎！帝君可在宫中？啊。此布面以卷云丝缠软金所制，刀劈剑砍不损分毫。忍冬缠枝纹为底，缀以紫微晶、赤灵石等珠饰，有清新凝神之象。此布面从装饰到镶嵌，都是银灯长侍亲手所制。混元玉带破损，虽为无知仙士严旦所为，但妙法阁仍有失察之责。这忍冬纹乃帝君旧时最中意的，银灯如今不能侍奉在侧，帝君常意是至天明，唯愿这安神之物能助帝君安眠。不必了。但仙士虽无知鲁莽，但已经将玉带补好。这布面每一过重，甚是铺张，本君消受不起。这汉淡绣样过于轻浮，针脚又如此粗鄙，怎可为帝君所用？帝君若不舍旧物，银灯已带了金线银丝，愿亲手修补，必使帝君满意。帝君，帝君，严旦已将您教予的仙法典籍全部誊抄完毕，您是否要现在检阅？一个因错罚入宫服役的低阶仙士，凭何能接触到延续天宫的典藏仙法？别动！操控术！让你犯规，让你破我棋局，让你逼我缝衣服，拿剑射我是吧？看我怎么报复你！哼！老天有眼！这严旦心思竟如此恶毒，毫无规矩体统。当延续天宫是什么地方？我即刻提他去天星台领罚。不必了，是本君要同他比试的，他是赢了。帝君，此举有违天条。银灯，你早也不是延续天宫的人了，非一宫之主，你却在此智慧，此举乃僭越之罪。本君没工夫提你去天刑台领罚，退下。唉，现在的仙子脾气还真是喜怒不定呢。我得把操控术交给芷溪，这样日后她也能防身。陆景等会儿会把清心咒送到你屋里，抄10遍。对了，清心咒有16次。你这小人，有本事出来单挑啊！你躲在里面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都搬出去，都搬走！哎，快去啊！这，住手！你是谁啊？凭什么拆我们台、搬我们东西啊？就凭我是披香殿的管事。披香殿管事？哎呀，他这是要那不误会一场吗？
我呀，严丹，您不记得啦？我还让陆明给您送了好多法器呢。什么法器？话可不能乱讲。反正这以后不让拍戏，你赶紧把东西都搬走，不然我可都扔了啊！哎，那你收法器的时候怎么没这么说呢？再说了，披香殿空置了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排？哪怕空着，也轮不着你。天条明示，唯有已获仙阶，位列于副长室以上者，才有资格借用宫殿。怎么？未升仙阶，便连行礼也不会吗？你该好好请教请教你的姐姐芷溪，她行礼倒行得颇有几分奴才相呢。参见银灯长士。不过您刚刚有句话说的不对，我姐姐不是奴才，我姐姐是妙法阁的副长士。虽然我没有考取仙阶，但是我读过天条，天条有言，众仙有仙阶高低之分，可人却无贵贱之别。那天条有没有告诉你，仙法也分孰强孰弱呀？快想想办法！怎么办？心诀中说，逆转周天，逆转灵窍。为什么我却周天法力？先气凝天穹，再行逆转，然后是飞鸿于胸。飞鸿于胸，虚怀于外。长师，帝君，帝君，严丹是我宫中仙使，若是犯了错，我必会管教。几时轮到妙法阁出手教训？疼吗？银灯不敢说疼。该疼。欺凌仙使，骄横刻薄，这不是一阁之主应具之德。思璇触犯情戒，是你告发，他确实有错，我唯有一叹。但是本君的人，你动不得。送长士回妙法阁。是。你是小寒精啊？银灯常年苦修小寒精，我也就跟着学到了些皮毛。倒是你呀，来了延续天宫后，见识倒是长了不少嘛。别提了，应月那个小人天天罚我抄书，想不长见识都难呢。小寒精是万年前的古籍，按照当时的修炼之法，肯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。如果真的要练的话，连口诀都要变一下了，麻烦得很。你倒是抄书抄出了不少见识嘛，说来听听吧。比如经上说先天机后玄苍，可是在我看来，如今天庭众仙的修炼习惯应该是先玄苍后天机，不然气息会凝滞，而且威力也会减损的。这些是帝君点化你的吗？当然不是了，那个小人怎么可能这么好心？都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。你呀，修为不精，上来就接触到这些高阶仙法，
容易糊涂，而且你万万不可自作聪明，牵强附会。刚才这番话要是让别的仙官听到了，治你个不敬法典、辱没古仙人之罪，可怎么办？那我便只能求止息仙子给我一条活路，给我一口饭吃了。不与你说了，我真的得走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有什么事儿比你亲妹妹还重要？各宫法器200年更换一次，上次例行巡检时，妙法阁中有几件法器因年久破损，偏不至损毁名录之中。掌管焚元炉的潜云宫提出，由于此次损毁的器物过多，所以要妙法阁提前将法器送过去，今夜由我送钱。这里面是不是有紫薇瓶？你怎么知道？他们怎么能让你去送呢？我是副掌事，向来就负责这些啊。怎么了？没，我就是觉得这夜黑风高的，各个宫都不太平。姐姐，要不然你别去了，换个人吧。你怎么还操心操到我头上来了？你就应该多动嘴巴，少动脑子。我真的得走了。不行，帝君，我愿意把6界上下所有的棋谱抄录100遍。抄棋谱可以，换人不行。此事体大，稍有不慎就会6界动荡。此局设下多日，已到关口。焚气之事若忽然换人的话，只怕会打草惊蛇。此次抓捕由本君带兵，你姐姐不会有事的。可是我上次差点死在魔族手里，而且这次不光有仙界的内应，还有魔界的奸细，还有一群天兵天将。这万一混战一打起来，你肯定只顾6界的死活，你不可能顾我姐姐性命的。你在质疑本君？没错，我是在质疑你。6界的安危很重要，可是我姐姐的命也很重要。你们设局让她当鱼饵，却不告诉她前因后果，也不问她愿不愿意，你不觉得这很不公平吗？哎，年代，别过来！不过现在有一个县城想做烈士的人，我愿意代替芷溪，我们是同根双生。我可以用转容诀短暂的变换为对方的容颜，只要所见之人不施法查探，就不会有人知道，这样不会扰乱帝君您的大计。如果出现什么意外的话，也不会给人落下画饼的。画饼？我看6界话最多的就是你，早晚把你的嘴给缝了。帝君，芷溪是我们4叶邯郸一族的希望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望帝君成全。实在是过早，远了。多谢帝君，元旦愿意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来报答帝君的恩情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进去。这是刚在后门外逮到的。你没事吧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点伎俩也敢在我面前卖弄？你是芷溪的妹妹，偃虚天宫的颜淡。你不是我们潜云宫的，你是何人？姐姐，小心！颜淡，快跑！你打不过他的。姐姐，你快走！我也太厉害了吧！
松开！不走！这人都倒了，你还要抱到什么时候啊？吃什么了？劲儿这么大？要你管？要我管？你不是要当烈士吗？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不能！你没看到刚才的架势？你再晚来点，我都要被烧成灰了。烧了好，本君正好落个清净。哦。参见帝君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。我没事。你知不知道，焚化旧法器是魔族奸细刻意为之，为的是以紫微瓶还有神树之液炼制剧毒。我怕你来此地危险，我才顶替你的。你怎么还跟过来了？多谢应渊君对颜淡悉心教化，令他仙法见长，只系感激不尽。悉心教化，不过也是他天资聪颖，本君不必鞠躬。多谢帝君称赞，我一定会再接再厉的。对了，那个盐池仙官使了个猫腻，真的紫薇瓶在他袖子里，你记得查看。好了，审查奸细此等仙界大事，我们就不参与了。我先送我姐姐回去了，帝君告辞。走吧，姐姐。走了。谁呀？哎，你坐那么高干什么？你仙法那么高强，就算是往下跳，你也摔不死的。你不光摔不死，你还会连累我这个可爱又无辜的小仙士，你可别想不开啊！一步。你干嘛？你要对我做什么？我能对你做什么？拍瓦片会吗？哦，怎么样？我赢了，喝酒喝酒，哎，多喝点啊！哎，喝。咦，来，马上。哎，你说像你们高阶神仙都那么奇怪，还是只有你那么奇怪啊？翻乌龟、砸瓦片，其他神仙也会这样吗？哦，你就没有一点正常的兴趣爱好吗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有，罚我抄书，让我补腰带，逼我下棋，这都是你做的好事儿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奇怪归奇怪，开心最重要啊。我平日看上去很不开心吗？唉，怎么会有开心的神仙动不动就去翻小乌龟呢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已经是帝君了，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？如今奸细已经找到了，事情也平息了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。只怕事情还没有平息，又要开始了。当你很渺小的时候，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去改变，就像你一样，排戏、捣乱、交朋友。一旦身居高处时，很多事情你根本都改变不了。
所以你就打算跳楼？看流星。看流星？那不是凡人的说法吗？他们都喜欢对着流星许愿，但他们却不知道，其实这只是天上布星的神仙挥一挥自己的浮尘而已。但是他们都相信，自己许下的愿望会实现。那你呢？你许了什么愿望？6界太平。嗨，怎么会有这么虚伪的回答？怎么可能有人许愿不是为了自己啊？那你告诉我，你许的愿望是什么？只是为了自己吗？当然了，还有我姐姐跟我朋友，我也会帮他们一起许。你身为帝君，心里就只有6界，难道就没有什么求而不得的事情，还有关心在意的人吗？对我来说，维护6界的安好才是最重要的。除此之外，我心里装不下其他。6界之战，养息万余年，如今魔族的兴起正在暗潮汹涌。若战争一旦开始的话，这万年的努力和平静都会化为虚有。那如果旁人不知道你的牺牲呢？或者像9级一族那样被人遗忘，或者被人唾弃，你也愿意吗？作战不是为了美名，也不是为了被铭记，而是为了停止战争。见过生灵涂炭，就不想再看到往日的景象再出现。还好我生在太平盛世，不用想那么多。有些事情是一定要经历过才会懂。不过你这样也挺好，一个无忧无虑的小仙，什么也没有经历过，不用去想，那就希望自己的愿望没有白许吧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你努力排戏，无非是想在瑶池盛宴表演时拔得头筹，好让帝尊赐你一个恩典，对吧？那你说说，你心里不虚伪的愿望是什么？找靠山啊。那本君这座靠山不好吗？帝君，您是纤尘不染，我不配。我想找的是我姐姐芷溪这样的靠山。如果她以后升了仙阶的话，就要下凡历难。可是我姐姐她不喜欢凡间，所以我想请帝尊让我代替姐姐下凡。等以后我姐姐成为更厉害的神仙，我就可以到她的宫里给她捏腰捶腿，蹭吃蹭喝。那偃虚天宫也能蹭吃蹭喝，你为什么不留下？唉，其实我这个人吧，就自由自在惯了。我呢，帝尊急诏，速请银元帝君玉清宫议事，烦请从速通传。帝君，您怎么从这儿出来了？您酒气深重，这般不胜杯勺，恐怕有违帝尊对您恬淡客气、秉玉绝缘的期望啊。今夜抓捕奸细，审讯多时没有结果，本君无法安睡，这才小酌了几杯。我将天庭的兵房重新设计了一下，仍然觉得不太稳妥，本想着明日早晨奏禀帝尊。帝君思虑周全。先是陶子气刚刚在此来函，帝尊又得知了浅元宫一宫长室谋逆通敌之事，忧心难眠，因而传唤。这几日宫中来了几只灵雀，正在房上筑巢。
来当帝君也没有什么滋味啊，还是当小仙来得快乐一些。应元帝君，火德元帅已经睡下了。那就让他醒醒。应元帝君，此事不妥吧？这有何不妥？我们偃虚天宫新制的灵鸡腿，正好想请老元帅尝尝鲜呢。应元帝君，应元帝君，元帅他只是发糊涂了，得罪了您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往心里去啊。他只是个老小孩罢了。应元帝君，帝君，应元帝君，应元帝君。3天2头的来比武，输了就把我的后院砸得稀巴烂。本君念你仙灵掌，给你个台阶下，你倒反客为主，教训起我来了。盐蛋给本君弟吃的，你就要打他80雷霆鞭，当本君圆寂了。就是，帝君，您给他施的什么咒啊？禁食咒。日后他见了他自己喜欢吃的灵鸡腿、八宝蹄膀，就会反胃作呕。不过也好，少吃荤食，延年益寿。没想到你做小人比做君子还有天赋啊！没给他下禁酒咒，已经对他是莫大的客气了，还不赶快去找？收到。这不是方归君和我一起破的玲珑棋局吗？原来这兵书是以棋局为喻，暗合兵法。不对，这兵书毁了，那我这些天吃的苦不就白吃了吗？找到了，那就走吧。等一下。这本书也算是借过了，走吧。千载的光阴，6界之外，本君唯有的这一点点小小的喜好，都不能保全吗？我不敢拍胸脯说我一定可以，但我可以勉力一试。你竟然能记得，当小仙的本分嘛。若兵书能卖的话，要55分成。奇怪，我明明将与你下过所有的棋局都已经记下，那这一局是？这就是未完结的最后一章，无论何解都为何棋，乃4界循环。若以兵法论，是为拉锯战。这些年踏遍6界，寻访仙界凡间无数棋圣，终不得其解。你若了我遗憾，本君圆你一个心愿。真的？让我离开偃虚天宫也是可以的？凡本君力所能及的，不违天条，不伤他人皆可。不过，你可别高兴得太早。
这看似白子是占优势，可若贸然消劫的话，便会自损16子。如若白子不自损，那么黑子也无法攻出。何其，重来。再来。等一下。一子半指茶，白棋胜了。我赢了。本君说到做到。既然答应过你的事情，就让你回玄心崖。回玄心崖？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只要你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你都能做到。还以为你的决心有多坚决呢。帝君的允诺也很值钱的，你可以多考虑几日。本君门下无徒，法器众多。我已经考虑好了。之前我陪你看过一次星星，你也陪我看一次星星吧。哇，好大的鲲啊！说好了，放心，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不外传。这边也有啊！有了帝君的允诺，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，你却用来换这个。你若勤勉修习，日后便可参加晋升贺典，也就不用这样偷偷摸摸的。我找对了靠山，一样可以看到美景啊，而且还是独一份的，这多划算！那你可要报警了。你要干嘛？你别乱来啊！现在可就由不得你了。啊！你这小人，家属都不跟我说一声。手。谁想抱你啊？这样的赐福我经历过千百次，直到今日，才知美景更胜英豪。一点点先例，就可以让人如此快乐。给谁的？秘密。秘密？屁是没有见过赐福的微末小仙。你干嘛？你还给我！你干嘛？
本君可提醒你，修仙之人不可有情。你这人心眼怎么这么龌龊？这是给芷溪的。你们神仙可真是太奇怪了。天庭既然不让有情，那像那些去凡间历难的仙官，那帝尊肯定管不了他们了。等以后我下了凡，情劫本就是历难的一部分。知晓情爱之苦，放下执念，才能无欲无求，只求苍生。本君劝你，最好不要自讨苦吃。你动过情吗？自然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是甜的还是苦的？哼！深夜擅闯天机阁，是何宫何殿所派，所为何事？哇！他们自尽了。他们不会是魔族派来入侵的吧？不必担心，我自有安排。没吓着你吧？我没事儿。参见帝君。帝君料事如神，前日宫试被捕获的魔族奸细投诚招供，交出魔界兵防图的假消息，投诚是假，为我们除祸是真。人心难测，他们自然是心急。若要一一排查思玄所用无双镜画出的通道，彻查在仙界潜伏的内应，几日是查不出来的。他们既然选择自己动手，那定会清楚利落，永绝后患。各宫可还安稳？一切按帝君调度，叛军一与各宫奸细接触，便会被绞杀。各宫暂无动荡。这三人应该是来偷取魔界的兵防图，既然已经收网，那你们随本君去玉清宫上禀。是。桓钦还在魔界巡查，吾界封赏魔界之由，让邪神玄香上仙界一趟，吾倒要看看，他是否真的没有反叛之意。此次魔界已派300叛军窃取兵防图，杀人灭口。贼子已尽数羁押，思玄以无双镜破解的结界已封。只是，天魔结界，乃是上世元尊冉青的元神所化，时间久远。若是魔界存心破之，迟早会找到新的破口，对吧？没错。修补元尊的结界，绝非易事。即便是倾尽仙力，力竭而亡，吾也未有十全的把握。此事，您让吾再想一想。结界之事解决之前，你将天兵天将调整至临战状态，一定要防患于未然，防止魔族的进攻。宁远君，这仙界的上仙之，这是何人？颜淡。颜淡。无知仙使。玉清宫是让你打瞌睡的地方吗？见了帝尊还不行礼？拜见帝尊，小仙是衍虚天宫的仙士，名叫颜淡。颜淡，是你赐名的那株四叶菡萏？啊，是的，帝尊。他如今在衍虚天宫服侍，上次因抓捕魔族奸细有功。今日降服魔族奸细时，他意在侧，因而天兵将他带来了玉清宫，以备帝尊问话。颜淡，处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回宫？哦，好的，好的。颜淡祝帝尊一生平安，天寿未央。
严旦告退。站住！你有功啊，为什么要急着走？吾要赏你。不过，此时到了仙界宵禁时分了吧？应元君出入天机阁是要处理兵事，你呢？一个低阶仙士，为什么要去天机阁？小仙，应元君，吾记得你的仙士甚少，只有青云和陆景吧。此女化为人身之时，你救过她一命，现在又在你的偃虚天宫伺候，倒是有些机缘。如此去世，怎么不跟吾说一说？帝尊，仙士调配本来就是微末小事。仙神不得有情，这是上世元尊陨灭之时定下的天条。此女若是对你动情，便是在挑战天罡。帝尊，请您为小仙做主。为了应元帝君的清誉，请您将小仙逐出偃虚天宫，也算救小仙一命。小仙原本是玄心崖一个无忧无虑的小仙使，奈何突然有一日碰见了应元帝君，他欺负我仙鬼，小仙一时激愤，便上前斥责，责怪应元帝君不该欺辱天庭神兽。奈何应元帝君堂堂的一个帝君啊，如此心胸狭隘，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，便把小仙调入了偃虚天宫，开始实施疯狂的报复。帝尊面前，你休得胡言。一宫之大，添砖补瓦，打扫拖地，洗衣做饭，全部由我一个弱女子来做。小仙虽然仙龄尚浅，可是小仙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呀，帝尊。够了啊！你这小仙牙尖嘴利，颠倒黑白，分明是你损坏了本君的混元玉带，尚未修好，如今就想离宫。帝尊慧眼如炬，他怎会轻信？小仙没有胡说，帝尊，请您一定要为小仙做主啊，帝尊。那你深夜去天机阁，所为何事？是这样的，小仙最近写出了一出戏，名叫《创世英雄传》。这出戏是小仙为瑶池盛宴特意写的。可是白天的时候，偃虚天宫的差事实在是繁忙，小仙只能晚上到皮相殿偷偷练习。可奈何晚上的时候月黑风高，小仙一时迷了路，便碰到了应元帝君，与贼人交战。小仙虽然仙龄尚浅，可是小仙有一颗为六界抛头颅、洒热血的赤诚之心，便勇往上前。仅是如此吗？是真的，帝尊。若帝尊愿意的话，小仙可以现在为您表演我已经写好的段落。话说万年前，天地初开，日月混沌，人与妖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小小年纪这般聒噪，别说应元君了，吾都想罚你。先是严旦，违反宵禁，殿前失仪，罚用灵书笔抄天条100遍，限明日5时上呈凌霄殿。是。有错当罚，有功当赏，小仙一定会抄写天条天规的。那，这仙器灵书笔是不是可以赠予小仙啊？应元君，勿忘了思玄的前车之鉴，
和天条的情结。实属无奈，为了证明你我二人纯洁的关系，只好出此下策了。刚刚帝尊说的思璇，不是妙法阁的前掌事吗？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说来听听嘛。知不知得，帝君日后便知。情由心生，帝君难道无心吗？帝君，想什么呢？说来听听，分享一下。回宫。灵书笔，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个很厉害的法宝，没有想到只是抄抄天条就能得到如此厉害的法宝，真是赚着了。这笔怎么回事儿？现砸了吧？这个灵书笔重达1000斤，无法靠仙力御物抄写，只能用苦力了。不到10夜，你这胳膊就报废了。好歹也是堂堂6界的帝尊，怎么心思如此歹毒？燕丹，不可编排帝尊。玉清宫里严刑无状，帝尊没送你去天星台，这已经是宽仁。哎，我看你现在是过河拆桥，狼心狗肺，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？帝尊也看出来了，我们两个暗通款曲。要不是我演技好，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在天星台等着受罚了。你这个人从玉清宫回来以后就神神秘秘、心事重重的，难道不会被帝尊说中了吧？你犯了情戒！活够了！哦，难道是你跟思璇？是我杀了他。你为什么？他犯了情戒，天星台上是我处决了他。破神刀！帝君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破神刀是朔华长老的法器，乃魔界至坚，可劈山破海。想不到此物就伤不了你。你是朔华的爱将拓风，必是受了重托而来。说吧，本君不杀手下败将。我魔族大计，待你死之日便知。他们对自己下了陨身咒，敢做如此牺牲，到底要用这破神刀图谋什么？别管图谋什么了，他们已经败了。你身上的伤，无妨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你刚刚明明可以用仙力抵挡，为何要以身救我？这个破神刀魔力太盛，
可破仙法。本君只是不想看到你被劈成两半。这么说还算你有点良心。你要不要去天医馆看看？万一那刀上有毒可怎么办？过早。你先回延续天宫，魔族对仙神界公然宣战。眼下大战，一触即发，分秒必争。本君去殿前听命。嗯。还晓得送伤药来，算你有点良心。原来你就是田螺姑娘。创世之战乃6界划分之缘，非同小可。本君是怕你胡编乱造，牵连到偃虚天宫的清誉，这才批注一二。瑶池盛宴表演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来哦，我还给你署名了呢。哦。虽然给你署的名是田螺姑娘，记得哦。抱歉抱歉，我帮你包扎吧。本君自己来。没关系，我来吧。我说了，本君自己来。别跟我客气了。一定很疼吧？我看了你的成稿，颇有想法。若是能演出来，必是能荡气回肠。可惜本君也不一定能看到。我最担心的发生了。方才南天门附近，你刚刚遇到的，正是魔族的先锋队。邪神已经公然开始宣战，联合妖冥2界，意图推翻9重天。仙界使者陶子期已经被他们杀了，来祭旗。桓清刚刚来信提醒帝尊，妖魔冥3界已经备了100万雄兵，随时进攻。他正潜伏在魔界，随时等待接应。2个时辰之后，我便要率军出征。你是6界的第1战神，你肯定没问题的。刚刚外面那些魔兵魔将，被你一招就制服了。要不是因为你要保护我这个小仙士，谁能伤得了你呢？但愿如此吧。若是我能平安归来，我定会
好好欣赏你这出《创世英雄传》。嗯。但是你要记住，本君走后，你不可懈怠。回来之后呢，我要好好检查你的修为，知道了吗？嗯。你不是爱自由吗？本君下凡之后就没人管着你了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少吃一点苦，偷一点懒，活得更舒坦了，对吧？那你有没有查到那些魔兵带着朔华长老的法器上天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他们挟持你的时候，透露过所行的目的吗？我就记得他们要去仙界的北面，可是具体的位置我没有套出来。仙界北面，既无神器仙药，也并没有藏兵部署，甚至连仙兽法籍都没有。去做什么呢？破神刀也破不了结界。不说了，万一日后你……没有万一，你那么厉害，一定没问题的。本君当然要回来了。我说的万一，是你一定要记住，日后再遇到这样的危险，千万不要以身犯险。这把破神刀利器极重，若是挨上一刀的话，那便会仙灵俱碎。记住了吗？本君守护6界本来就是责任，你只要保护好自己。还挺有自信的。应渊，赶快住手！你这样下去会耗尽仙力，神形俱灭的。帝尊，我身负罪孽，更亏欠您的养育之恩，愿一命偿还，请帝尊成全。气贯周身，汇集于胸，心无挂碍，神贯于灵。修齐天机，再塑昆仑。应渊，速速屏息收力。应渊，应渊。险些邪灵入体，那将是毁天灭地之祸呀！应渊，你的血脉对于6界来说，是福还是劫？你醒了。姐姐，你恶根未尽，险些入魔，一旦仙力亏损，便压制不住魔性。帝尊，
我想再试一次。若是仙力耗尽，堕入魔道，恳请帝尊赐我一死，不必细软。应元，你不明白，一旦你入魔，与六界而言，其灾祸不亚于整个魔界。倾巢来袭，为何？帝尊，不知为何，每次徘徊在入魔边缘时，总会乱梦不断，梦里总会出现一些未曾经历过的画面，仿佛是在上古时。住口！倘若有朝一日，六界不再有隐患，你恶根尽除，吾会将答案告诉你的。应元，吾已将元神注入你仙灵之中，你要摒除杂念，不可有私。如若不然，你就是千古罪人。是。然且，你已化为风雨流云，望着这世间。放心吧，昔年之祸，吾必不会令其重演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这是天医馆不让我们去探伤，河宫仙士心里忧急，只能将这仙灵挂上，寄托祝福。帝君若是能听到延续天宫传来的铃声，便知我们的心意。颜淡，你也挂一个吧。帝君到底是受了什么伤？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天医说，帝君伤势关乎三界安宁，除了帝尊，其他人无权知晓。可我们不是其他人，我们受他照拂，与他朝夕相处，同喜共悲。如今他在天医馆，难道我们去上个药、去递个茶的资格都没有吗？若毒发入骨，神之界亡，与妖魔又有何异？三界与我同入掌中之物，如今就连一丧命之处都难以寻觉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青紫落晚香，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。应元君，颜淡，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帝君小人，你快点回来吧。等你回来以后，我去找你拍把片，到时候我故意输给你，让你开心，好不好？还有你的批封我还没有还呢，我写的信马上就要开演了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一定会回来看的。你是帝君，你不能食言。你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
燕丹，对不起，今日若与你相认回宫，爱人命丧了，你更要伤心。日后世上再无亲离帝君姻缘，无人能护你了。肝肝在开人厮守。你是谁啊？你找谁啊？小仙平时本本分分的，扶贫救济，从来没有干过害人之事。你是不是找错人了？没错，找的就是你。我变成这样，都是因为你咒我。平日待你不薄，没想到你竟然这样没心没肺。现在，我就要你偿命！你是哪个宫的仙士？怎么从上面掉下来了？此处可是藏宝阁，要不是李香已被禁术抬走，把守的天兵也撤了，我就要怀疑你蓄意偷窃法器了。快走！不，天兵大哥，误会了。我不过是一个小的仙士而已。你们今晚有没有见到其他人啊？有一个人就是头发这样，一个男的，有没有？什么人？难道你还约了人合伙抢劫不成？没有。要不我带你到天牢里找找？不用了，我走就是了，不耽误你们之夜了。这个雨墨怎么又失约了？那神庙真的有这么灵吗？难道真的是我害了银元君？龟小弟，龙王的赏赐已抬走了，但是你放心吧，我会再想办法救你出去的。仙魔大战都结束了，难道还有细作？别过来！此乃禁地，速速离去，不得将今日所见传出。
帝君，小仙乃是藏法阁的小仙士，今日不是有意常来，有意叨扰。您放心，我的口风绝对严密，不会将此事传出去的。神树危险，我先将帝君您救下来再说。不用了，我只不过是一个罪人，我不再是帝君。仙魔之战，罪责在我。如今，我已经中了无妄之祸，无药可解。我愿自负于此，你不必浪费口舌。您怎么会如此想呢？您为天界做的贡献，大家都感恩在心。刚刚在瑶池盛宴上，帝尊还夸您大义呢。你去了瑶池盛宴？那你可看到《创世英雄传》这出戏了吗？先前听闻，有一个大胆的小仙士，想重演创世旧事，只为向帝尊求一份恩典。如今，他演得如何？可曾实现心愿？演出非常成功，得到了满堂的华彩，各路仙君都非常的赞赏。若是应元君到场的话，也一定会很喜欢的。好，实现了心愿便好。本君，我现在这副模样，不过是徒惹伤感，如此也再无遗憾。你走吧。小仙自知叨扰了应元君修行，自该弥补。看样子应元君应该是很喜欢那出戏，也十分的好奇。小仙记忆力特别好，那就让我为您说上一段吧。这出戏可热闹了，应元君听完，心中的郁结也可消除一二。若你想换得心安，自便就好。他们便是为六界创造新世界的英雄。这些英雄不在乎是否被铭记，因为他们，这个新世界便是他们树立的丰碑，而凡间的甘霖，便是上古诸神对这些英雄的悼念和感恩。你细尾倡导的北冥仙君，是否也已陨世？仙魔大战遭遇了魔族的突袭，仙灵尽散，在瑶池盛宴前已经故去了。所以他才加了这场戏。你走吧，日后不要再过来捣乱。今日谢谢你的好意。应元君，我刚才演得那么卖力，您听完以后难道就没有什么感想吗？罪人之间，不足挂齿。既然您不想说，小仙斗胆想评论几句。在小仙的眼中，战争十分的残酷，是胜是负，并非一人一族的罪过。应元君创世，难道您就这么不怀念您亲手开辟的新世界吗？一点眷恋都没有吗？小仙斗胆，请应元君解了这神树的绑缚，早日回宫安抚大家。不用了。不要！
知不知道什么是无妄之火？火毒一旦发作，便会无法控制的伤人。你放我离树，不仅救不了我，还会伤了你自己，荼毒3界，你还不快走！怎么可能呢？你是堂堂的帝君，天医馆里有那么多医术高超的天医，一定会治好你的。我已经不再是帝君了，不要再叫我的名字。走！快走！我一定会想到办法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走啊！同僚皆死，会已罪无可赦，助我了此残生吧。我最近又新得了一副未解棋局，帝君快来看看，能否破解啊？应渊，此番大战由你亲自领兵，仙界必定凯旋而归，我也放心去了。保重。再等等，很快我们就可以相聚。应元君，你醒醒！应元君，应元君，应元君，不是让你不要再来了吗？我是想不来的，可是我昨天晚上做了个噩梦，梦到你变成鬼来索我的命了。我在想，如果不来此处解决这件事情，估计下半辈子都要做噩梦了。3界没有鬼，你不要再次胡言乱语。你没有见过鬼，难道就真的没有鬼吗？万一你以后变成鬼了，那我倒是找谁去啊？你是不是做到什么好梦了？梦到你自己心爱的女子？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这是天善殿刚刚做的桂花糕，很好吃的。这仙士身上为何会有菡萏清香？它难道是颜丹？怎么了？你觉得不好吃啊？唉，看来天善殿的厨子该换一换了。口气语态，皆是他的样子。回音堂不会认错，可我如今轻装，绝不能问，也不能留他。你到底要怎样才能离开？再这么胡搅蛮缠的话，我要是变成厉鬼，第一个找你去索命。你刚刚不是说3界之内没有鬼吗？鬼神之说只是无稽之谈，但是皆因心病而起。我现在看你这样郁郁寡欢的，
但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不如这样，我拿个枕头过来，在地崖陪伴你，这样我心安一些，估计也就不会做噩梦了。当真和以往一般无赖，我随时可能毒发，如何护得住你？你若真是担心的话，那我便赏赐你个物件。把手伸出来。这是我自创的不离锁，入尘为开，破空为闭，如此你便安心了。我知道，你给我这镯子呢，是怕你火毒万一发作的话会伤到我，让我阻止你靠近我是吧？可是镯子可以防得住人，可防不住鬼哦。你这小仙怎可这般无赖？当真以为我不敢对你动手吗？放心吧，伤不到我的。我带了匕首护身，只要你敢靠近的话，我就哼。反正我这个人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我一定要照顾你，让我变得心安。就算你是邪神玄香，我也不怕。玄香，叶元君，叶元君，叶元君。你用绝尘术把我给隔绝了，那声音隔绝不了呀。叶元君，你把自己关在地崖这么久，是不是许久没有听到外界的事情了？要不要我给你讲讲？你想听军事啊、政事啊，还是八卦？我知道，定是八卦是不是？巧了不是？正好有个新鲜的。前几日有一对偷偷相恋的仙官被人发现了，他们为了不再分离，就双双跳下了无桥。唉，你说这天龟啊，真够迂腐，活活的害死了一对相恋的人。擅自跳桥者，乃天条重罪。跳桥者，堕出三界，心灵尽毁。虽说并非必死无疑，可幸存者也难免无力为心，只能忘记前尘，化为凡人，历经人世之苦。这么说，就算不死也会掉层皮啊！像我这样灵力低微的小仙士，若是跳下去，肯定就灰飞烟灭了。休要胡说！你若遵守天界律法，断情绝爱，
就不会有那一日。要我说，你们上神怎么一个个这么古板，还怎么带领九重天进步啊？这是什么？不是吧？我不过调侃你几句嘛，你编出这些吓我干嘛？干嘛呀？别追我！这是修罗王陵，创世之战后，他们已经在这里封印了1万年。你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？解开了你！我只是想挖个地道给你送药，没想到这封印这么脆弱。又来！如此倒霉，可这我刃魂剑重见天光之日，便是他命丧黄泉之时。修罗族尊主玄烨危害6级，已被诛杀。你为他佩剑剑灵封印于此地，亦有屠戮之罪，你休得造次。刃魂只认宿主，从不低头，除非剑断魂亡。你有重伤，估计打不过他，我去叫天兵天将来帮我们。应元君，你怎么了，应元君？此血，你这是……你竟然是我修罗族的后人！你为何在天界藏匿，和众仙同流合污，危害我族？你可对得起你体内修罗族的血脉？应元不是天生仙胎，修习成为天界帝君的吗？怎么会是修罗族人？修罗族涂炭生灵，罪无可赦，务必除恶务本，以慰苍生。此女知晓了你的修罗身份，你还要护她性命？修罗血脉本就是我的罪孽，我绝不会因此牵累旁人。你都这般模样了，还这么倔强？你身负创世之战，殒灭了万千性命，满腹戾气，应当就此服罪。天地一变，正邪轮转，我倒是长眠够了。刃魂剑灵，
今日脱离旧宗，易主归顺。应元君，你没事吧？我无妨。我本就是将死之人，正好和子建一同远逝，这世间就再无修罗族之患。刚才那剑灵说，你是创世之战所灭的修罗族后人，这是真的吗？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吗？这不是你该问的事。没想到身为帝君，也有这样悲惨的过往，他定是自责身世，所以才如此克己复礼。这神树怎么了？怎么掉了这么多叶子啊？5日之内，神树必将枯死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你快走！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一个人走呢？走！应元君，糟糕，又毒发了！定是刚刚救我的时候损耗了太多的仙力，好烫啊！还好我在天医馆找到了这些千年玄饼，也不知道管不管用。从前在延续天宫，我盼着你有朝一日仙力尽失，让我好好捉弄一番。如今真的如愿，我却并不开心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回到从前，你还是那个神通广大、日日欺负我的小人帝君。糟了，怎么结冰了？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青子落晚香，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，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
天上一捧秋月浓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一生我下穿越秋，山海无路万行舟。惊觉相思不露，原来只因已入骨。折字戏里写的情不知所起，原来就是这种感觉。你曾说，若有一日我犯了情戒，你绝不容情。如今一语成谶，若你知晓我心，真的会为了天条杀了我吗？应元君，你醒了？哎，别动别动，快躺下，躺下。你做了什么？这些是热水袋，给你暖身用的。你刚刚冰浴伤身，若是不拿这些热水袋好好的捂捂身子，等寒气逼到了你的身子里，你就没有办法痊愈了。那时候走都走不了，就变成瘸子了。胡闹！啊，小心！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这不就瘸了？让你不老实！你的伤势还未痊愈，不要再这样多动多闹的。若是你真的觉得很无聊，我们不如给这屋子取个名吧。早就听说应元君你文采斐然，恰好小仙平日酷爱诗文，不如我们比试一下。应元君应战。既然你现在想不出来的话，哎，算了算了，那我先来写。这字迹，哼！我果然没有认错，真的是你。我想到了，就叫诞神殿好不好？这个寓意呢，象征着以后在此居住的人都可以晋升上仙。这回该你了。九重天上，只有你胆大妄为，又如此性情。你怎么了，应元君？你没事吧？你为何有伤？我没什么，我昨天晚膳的时候，不小心把自己的嘴唇咬破。我晕厥前，他曾要渡我邯郸真气，这伤莫不是我所致？将死之人，纵是知晓你是谁，也毫无意义。我不能再伤了你。
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要给我疗伤啊？之前与刃魂剑灵相斗，把你的簪子弄断了，就当是赔偿了。这是陈花簪，万年灵木所化，有治愈疗伤的效果。把头伸过来。你带上它，日后受伤便可痊愈。我们才相识几日，你又是送我镯子，又是送我簪子的，莫不是你不会喜欢上我了吧？啊，去哪儿啊？屋子的名字还没取好呢。身受忌讳，地压荒颓，况如前景，不愿苟活。你最后用了谁起的名字？我在两个名字当中各取了一字，结合了一下。哪两个字？你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。应元君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往后，苍生安宁你来守护，你的安康，我来守护。一心向死之人，纵览美好之物，或可对尘世重新生出热望。都说菡萏之花沁人心脾，可御万物，既能闻到花香，又可以压制毒性。他应该会喜欢吧。地压环境幽暗阴冷，不适宜草木系神仙修行。他常待于此，定有损耗。我终要身形俱灭，唯能给你留下这一片寸光。应元君，你说真是奇怪了，这地崖一夜之间长出个莲池，而且里面开满了莲花。这屋子刚才还阴暗呢，现在一下阳光普照，真是一个好兆头。地崖阴气太重，植被不盛，怎会开出莲花？是真的，我不信我带你去闻。来，这边，走吧。
慢点儿。这幽香可真好闻啊，比起瑶池的莲花也毫不逊色，甚至更妙呢。银元君，你看啊，这荒芜的地崖当中都可以生出这么好的莲花，你也要更加有信心啊。香气熏人，惹人心乱。那我带你回屋吧。屋里闷，出来透透气罢了。死鸭子嘴硬，明明心里很受用嘛。来这边看看。前面这一片就是莲池了。应元君，这地崖早晚都会草木繁盛，生机盎然的。这么美的景色，若是你能够看到、感受得到，你一定会充满生机的。我看不见这景致，别再浪费你的口舌了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能让你看到。虽然你看不到，但是你可以感觉，靠触摸去感受。想象前面是莲池，池子里面开满了莲花，左边是粉色的莲花，右边是金色的莲花。在这些角落里面，还有一些羞羞答答的小家伙不肯出来见人。就像你的眼睛虽然看不到，但依然可以看到我一样。心已慕君，唯愿相守。分一半出去。应元君，你看到花了吗？待罪之时，将死之人，我一无自有，怎能给你希望？没有，我的五感已退失，看不见你所画的是何物。不必再浪费时间了。慢点儿。到了。神树不日便有枯竭，来此地做什么？这不还没枯吗？而且我给你做了个秋千，让你玩玩。来。你要是只是拉我出来寻开心的话，那我便回去了。啊，你这个人活了千百万年岁，可曾有一刻是真正开心过的吗？不要再做帝君了，就做一个童稚小儿吧。青丝沉入知己，迷失在那些不堪雨季。流水东去，一往唏嘘，看温柔无助般可惜，还不自禁的一并交出去。怪时光风逝，红尘沙砾吹向你，心自涌入潮汐，频频问尽情之所寄，就怕眼角泪滴一次融掉
的情，我的失语，我的全部都偏向你。守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，向你迁徙。美在沉香人静，尘埃落定，仍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。风凉本性，冰生一地，不妨似雨大梦不醒，就往浮云照着细细。沈月之，沈月之，沈月之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一定不会死的，我会救你，我一定能想办法救你的，我。此生有过茅屋相守的时日，我依然无憾。你又在做什么？我最近在神庙为应元君祈福。他们说，有受助人的发丝会更加的灵验。发丝用处多多的，凡界有一个传说，如果两个相爱的人把自己的发丝互结，便可以缘定三生。我不信这些歪门邪说。东西还来。哦。你焚的是什么？为何这几日火毒发作的次数减少了？就是普通的沉香而已。什么沉香？竟能压制火毒？为何我从未见过？我平日里喜欢研究这些，你平日里不关注，自然没我懂得多嘛。此物颇有禅机，因香而死，因死而成香。可见这世间没有绝对的生死。你看，连小小的沉香都会历经轮转，发出余香，何况你呢？应元君，你一定会度过劫难，浴火重生的。不必在我身上浪费更多的时间。即便能延缓毒性，无妄之火，它也无药可解。若我说有药可解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在天医馆听到天医说，这世间有一物，名叫四叶菡萏。住口！谢幕之战，我未战死，已经是罪孽深重。其实众人各有其名，若要是拿我的劫术去换活生生的人命的话，那么我宁可万死不复。你休要胡来，听到了没有？你怎么会如此生气？答应我！好，我答应你。那你不要动怒了，你不要动怒了。我没有动怒。
应元君，不要跟来。